这是新层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啾啾。抱歉，我今天嗓子有一点点哑，所以大家最近温差很大，要注意一下保养你的喉咙哦。然后我想今天呢，其实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有没有这种情况哦？明明你真的没有搬重物，或者是没什么运动，但是你会发现每天好像肩颈酸啊、腰痛，照镜子觉得好像子越来往前，然后背也越来越驼呢。很多人以为说，哎呀，我就是慢慢年纪到了。其实真正的问题很可能就是我们每天坐的时间超过很长。那市面上有一堆人体工学椅啊、坐姿矫正啊、椅垫啊、靠腰，这些到底真的是有效，还是说，花钱买安心的呢？然后另外人很喜欢站着办公，我有很多同事都喜欢站着办公，一定比较健康嘛。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专家，从怎么挑选椅子、坐姿到7个伸展动作，教你找出久坐最伤身的关键原因。今天这一集是大家期待很久、敲碗很久的节目，所以一定要看到节目的最后，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脊椎保健达人，同时也是身体智慧有限公司执行长郑宇龙老师。郑老师您好。Hello，舅舅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郑宇龙老师您好。今天郑老师来呢，我想大家真的是准备好的板凳，我赶快坐好，看看今天郑老师有什么分享。我们一开始就要来告诉大家，就是有的人工作超过8小时就会一直坐着，然后工作做，滑手机又做，回家追剧又做。所以郑老师，请问久坐不动，除了我们身体紧绷僵硬，还有腰痛，还容易在身上还有外观上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好，很好。我们人呢是为了人体的肌肉筋膜是为了运动而生的而不是为了不动而生的。所以坐下来这件事情本身在姿势上面就很容易有问题，更何况是如果坐久了不动，影响的不是肌肉骨骼系统，还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啊、代谢啊、血压啊更多的问题啊。那我就举个例子啊，你是觉得对腰而言坐着比较轻松，还是站着比较轻松？很多人会觉得我有椅子当然要坐嘛。对，但是呢，对腰而言，坐着是很不轻松的，因为你一坐下来的时候，你的大腿跟身体是屈在一起的，像这样叫屈，这样才叫伸展，对不对？这样髋关节这样叫伸展，这样叫屈。请问你坐着绝对是屈比较多的，如果坐着的人又是驼背，又是翘脚，又是这些姿势，那这个屈的角度会让我们骨盆往后倾。就算你后面有一个靠背，你还是会呈现一种圆肩驼背的状态，而你为了要看前面的电脑萤幕，就很容易把头拉出去。所以呢，整个这样的姿态是呈现一种挤压缩在一起的状态，所以其实对大脑的思考也不太好哦，所以比较容易脑雾，所以很多上班族觉得怎么下午到了3、4点就觉得好累哦，那个脑袋头昏昏、脑顿顿的哦，就是因为身体都蜷曲在一起。所以你看这个姿势啊，我们在打电脑的这个姿势，其实呢，这叫做圆肩驼背加头前倾。那我从人体力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姿态哦，所以这个姿态呢，容易造成你的胸廓是不能动的。你的肩胛骨啊，你的脊椎骨都是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试试看哦。你在坐直的时候，你深呼吸一口气。来，观众朋友，请你试试看哦。你会发现坐直的呼吸是顺的，可是当你做这个姿势的时候，你呼吸就会闷了哦。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胸前的肌肉是属于短又紧缩的状态。但是更大的问题呢，是后面的这个肌肉属于长而紧绷的状态，而这个短而紧绷加上后脑勺这边的短而紧绷，配合前面的长而无力跟紧张的状态，跟这里的紧绷的状态，通通就会变成一种身体的那个氧气养分进不去，代谢物出不来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讲说这个动作叫做 lock show 闭锁缩短，后面呢叫闭锁拉长。那不管哪一种都会造成你的酸痛，然后演变久了之后就变成是你就算要坐好，可是你一坐好就觉得怎么很累，容易驼下来然后公园的椅子上大家就容易这样子坐，然后站着呢就容易圆肩驼背头前倾，甚至于连走路都会把头拉到前面。所以它的坏处不只在坐的当下，而且会影响到你的站姿，影响到你的走路，影响到你的呼吸，然后呼吸又影响到你的核心的稳定，因为那横膈膜没有办法升降，所以这个久坐这件事情就会造成一系列的崩坏。所以呢，我们常常讲最好的姿势永远是下一个姿势，就是不要固定在一个姿势。更何况你
坐久了都不动这件姿势，就会造成非常多的从我刚才讲的一些问题，然后累积更多的慢性酸痛跟脊椎骨本身的问题。哇，我觉得久坐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很大，但是没有想到它会影响我们的呼吸。还有刚才其实老师在解说的时候，我都发现，我们好像每一个都感觉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要特别来请教你，因为刚才讲的问题是出在久坐不动嘛，或者是说，我们姿势本身的错误，或者是说椅子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怪沙发椅，你看这个椅子不行，或者这个姿势不对，或者是久坐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郑老师。对，椅子绝对是，如果好的椅子绝对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哦。但是呢，就像睡不好的人都老是怪枕头一样，该换的不是椅子，也不是枕头，该换的是我们这个人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一定的觉察力啊？所以我常常在讲啊，如果人体工学的环境没有支持你，那你一定要靠自己的这个叫做意识去觉察。所以我会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觉察工作，就是不管你在坐在沙发上的久坐，还是电脑桌前的久坐，一定要切记一件事情，那个原则就是好呼吸等于好姿势啊。大家可以试着坐椅子的1/2，然后呢，你试着身体坐直，刚才做过这个深呼吸，好，这是没问题的。可是我如果瘫在椅子上面，看起来是舒服的姿势，可是呼吸却是闷的，这就代表你的横膈膜没有办法升降，你的脊椎属于一种压迫的状态啊。好，第二个姿势呢，如果你今天的萤幕放在前面是比较低的，然后呢加上这个键盘是比较在里面的，那你就会把身体拉进去打电脑。那这个姿势呢，你再好的椅子也没有用啊。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一张好的椅子要配合你自己的觉察。那个觉察就是好呼吸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会让身体做好之后，也要配合到准备一个键盘架，把键盘放出来，因为键盘靠近身体，才能让我们的手肘在肩关节下方，避免往前倾啊。那萤幕太低呢，你会像拉着这个就是说向下配合萤幕的高度，就像是拉长脖子的骆驼一样，所以我们要坐正，萤幕又比较低，你就得把这个萤幕架高。那这样子呢，就是外在也配合，键盘也配合，滑鼠也配合，椅子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所以好的椅子要配合这个人体工学的环境，再来随时随地要注意自己的呼吸是不是顺畅的。如果你工作着坐着，然后你就驼下来了，你深呼吸一下会觉得闷住了，那赶快再把身体拉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哦。所以好的椅子很重要，但是不能全赖在椅子上面，也要看一下你的人体工学环境有没有配合。好，那如果你的脚碰不到地板的，你又想翘来翘去的，或者把脚放上来这样打电脑的也都有哦。所以可能要配合像这样子的脚踏板。好，那因为桌子不能动嘛，你高度如果不够的话，你可能要配合这样的脚踏板。那当然呢，键盘架也是很重要的。好，那最重要的还是配合一件事情，呼吸看看，呼吸闷的就赶快调整一下，让身体坐直一点。是真的做不对的时候，我也发现，刚才老师在示范的时候，我也发现，真的呼吸会比较不顺畅，而且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是椅子本身的错误。可是真的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整个工学环境我们要配合上来。所以很多人也知道说刚老师讲，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坐姿不对啊。然后呢，市面上有贩售很多的坐姿矫正椅，或刚才讲的腰部支撑垫，这对于需要坐着工作的人来说，请教一下郑老师，这到底真的有帮助吗？到底哪一些是真的有效的呢？我觉得很有帮助啦，但是那个帮助还是只有一定的限度，但是那还是很重要，那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啊。你试着做一件事情啊，在你现在的椅子上面啊，如果你塞到椅子最里面，然后延伸的靠上去之后，如果你发现你身体过于后倾，因为有的椅子啊，它是用会议椅的概念在设计。什么叫会议椅呢？就是大腿跟身体的躯干的角度拉得比较大，所以你就坐着就微微向后倾，开会啊，或者是看电视、看电影都还 OK。可是当你要打电脑的时候，你就会变成头要往前拉，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个拳头试着身体坐正，放在肚脐的后方，然后撑住，你会发现你坐得更挺。而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去采购靠背垫的依据，就是说最好能够让大腿身体呈现从90度来到微微的95度，这样的支撑就很好。像我这椅子当然是挑过，所以它的支撑度比较高。有的会过度后倾哦，就是比较大张的那种董事长级的椅子，特别是椅背比较后倾，它就适合坐着思考，不太适合
要用打电脑的这是靠背垫。那么坐垫呢，有一种概念的坐垫是指有一种坐垫是结构性的坐垫，那像这种坐垫呢，是让你屁股变高的坐垫。屁股变高的坐垫，它可以让你的髋关节打得比较开。好，那这一类的坐垫，我这样给大家看髋关节打得比较开，屁股塞到底，这时候你比较容易坐正。为什么呢？因为骨盆比较容易保持中立位。这个概念呢，说起来有点小复杂就是说大腿越靠近身体，其实骨盆会后倾。大腿把身体来开一点点，骨盆容易中立。完全站直呢，又会略向前挺，所以最好的角度呢，就是像那个马鞍椅那个角度，所以这个稍微拉开，这种坐垫都是有帮助的那另外一种坐垫呢，就是它是可以弹性的，它也是可以让我们坐姿可以高一点，然后髋关节打开，可是呢，它又配合我们的身体，可以做摇摆的，做律动的，所以这种坐垫有点像是以前流行在一个球上面的坐姿，这种坐垫呢是属于动态的，你要时时刻刻保持中立，这样也可以。所以这种跟坐姿有关的是蛮多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这种动态的坐垫可以帮助你尽量不要在一个固着的姿势上，而且保持延伸。静态的坐垫呢，能够把骨盆的角度打开，或者有些坐垫是把你腰垫得比较好，支撑比较好。但如果是那种固定式的坐垫，你就要起来多动一动；如果是这种不稳定性的坐垫，你就要保持中立往上拉。所以呢，如果你没有键盘架，可以降低高度，让手肘在肩关节下方，你就必须用这一类的坐垫，让键盘在上面来，这样可以工作。好，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就手肘就可以不用打开跟趴在桌面上，所以就手肘就蛮重要的。好，所以我如果讲的不够清楚因为我一直担心时间不够，你就可以再提问。我觉得其实刚才因为我们都很认真在听，我想很多大家有认真在听的人可以留言一下其实刚才您在示范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其实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坐垫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就是大大小小靠背的、靠屁股的、大腿的，我觉得各种不同的垫子都有。所以刚才其实老师也是正确的示范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放，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可能出在椅子上面。刚才讲的姿势是什么？可是椅子，因为我们确实有些人你说叫他不要久坐，可是他真的是必须一天工作8小时，他可能最少也要做到7到6、7个小时。所以请教一下郑老师，哪一种椅子才是适合久坐的椅子？您有没有一些挑选的要诀呢？好，第一个呢，我们讲椅子有3种层次那每一个层次呢都有它的价值。我们讲最传统的层次，就是像我这张椅子就是比较传统的。那传统的层次是说，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到我高低是可以调整的，让我的大腿跟身体能够比较舒适，而不是太高。很多人太高，脚会碰不到地板。所以如果你坐着发现到你已经屁股要做到对不起，任何椅子你要做到你要试坐，一定要按照我这个步骤。1呢，一定要把身体拉直。好，2，把屁股塞到最里面。3呢，塞到最里面之后再往上拉，再靠到椅背。这时候呢，你就发现到你呼吸看看要很顺，而且这个时候它那个支撑的位置能不能在你肚脐的后方。好，然后你的脚能不能碰到地上？如果脚有碰到地上，但是你轻轻的推，它就很容易推动，代表是虚的。就是要踏稳了，你轻轻推是推不动的，这样才可以。所以脚要踩地，腰要有得撑，身体能延伸靠上去，深呼吸很顺。好，这是基本上适合你身高的椅子。那接下来呢，老师来示范一下那如果呢我们的腰的支撑位置不够，我们基本上在传统椅子上面要能够有调整，像这个是1节、2节、3节，可以调高低，甚至于调往前。为什么？因为有人坐到最里面脚就挡住了所以像这个呢，就是可以让我调高低的，所以它能够调到那个高度最好在我肚脐正后方所以这就是传统椅子。那这种传统椅子我们要求一件事情，就是我大腿跟身体量身高靠到底，靠着之后大约呈现95度。如果我的手肘在工作的时候，我不可以影响到我要进去，所以有的它会卡到桌面，让我们没办法靠近，那这个就宁可让这个扶手可以收开。因为扶手是让你坐着的时候休息用的，或者拿着我可以调高低，看手机或书本这样子使用。在打电脑工作的时候，这个是用不到的。
我们是要刻意降低，然后你的高度应该在键盘的高度，大约在你手肘的高度。像这个时候我会卡住，会让我距离比较远，所以我宁可收起来。好，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所以我的手肘的高度在键盘一样高，手肘在肩关节下方，我就很正常的可以坐正。好，这个指的是传统椅子讲究的叫做整体的支撑啊。但是呢，虽然背部有撑住了，就算多高的价格也是一样。好，第二个问题，你的肩膀还是没有人托住你啊，所以你的肩膀很容易驼下来。腰顶住了，你还是容易驼下来哦，所以会有第二个概念，就是加大髋关节的概念。而这一类的概念的椅子呢，就例如我们传统的马鞍椅，大家看一下这个马鞍椅，是不是我坐着我直接都打直，我是不用靠的哦，因为背只要一靠它就容易垮掉，我干脆就不靠。所以呢，脚踩地，头延伸，髋关节打开，大概在135度的角度，大腿身体135度的角度，这样很好。如果你想要靠背呢，这种椅子也是可以帮助你，它是一个椅座也是倾斜的，但是这个地方可以支撑，所以它也是宽着，所以这种椅子可以轻轻靠，这种打电脑在桌面上或者配合升降桌都是可以的。好，这是第二个层次的椅子，这种层次的椅子比较着重在髋关节打开，甚至于跪姿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里面也有跪姿椅，就是跪着的椅子。对，那么镜头可以进来吗？好，来，跪姿椅就是像这个样子。我觉得跪姿椅真的是要很靠，拉出来，很靠我们的脚的力道，对不对？其实那是因为我们脚的力道。但其实不是它跪姿椅是坐着之后啊，我们合格的跪姿椅是这边放一张纸张，它应该是膝盖压力是很低的。我这轻轻抽是抽得起来的。好，也就是说跪姿椅其实是髋关节打开，只是让你比较有严谨，这个姿势比较让你能够专注。好，因为加上髋关节不打开，所以它能够更专注。好，所以这叫跪姿椅。好，这种就是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让髋关节跟身体的角度打开，减少身体屈的机会。因为我们容易坐着圆肩驼背，跟这个髋的角度有很大的关系。髋越靠近身体，你的一来到90度，你的骨盆就后倾，带动这边的圆肩，驼背，所以这个角度就是第二层。那第三层呢，就是它既能够用第一次，既能够可以这样子做，角度都能够撑好，扶手都要能够收，但是它的椅背还可以延伸的，所以它还可以让我做出延展的动作。比如说我后倾，椅背还可以凹，这叫做动态的工学椅。所以这种椅子呢，是我想伸展的时候，我就可以伸展；我想活动的时候也可以活动。好，这就是我认为的三种椅子的选择。那我认为就是越来越发展，我希望我自己对于筋膜的了解，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椅子应该撑的时候可以撑，该稳的时候要稳，但是该动的时候也要能动，这才是我认为最好的椅子。那再来呢，很多人会觉得像这一类的椅子，那这种椅子还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腰部支撑要能够调整高低嘛，对不对？然后但是我这个地方也要能够调整。那这些呢都是在告诉你说我可以调的方式很多种，可是它其实就是有一种概念，就是我坐着的时候能不能让我维持脊椎的生理曲线，让我呼吸是顺畅的。那这就是我们任何一张椅子，你不管挑选都是回到原则，它提供支撑，然后它也要让你能够有点动态的活动。那如果没有办法做到动态的活动，你要么就调整桌子让它可以升降，要么就自己40分钟、50分钟就要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所以避免一个姿势坐太久。是非常感谢刚才郑老师告诉我们怎么挑选适合我们自己的椅子，当然是最重要就是说符合你的需求，同时符合你的作息、你的习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最重要就是还是我们的整个环境是要能够配合。那另外呢，为了改善久坐，我想现在除了刚才椅子之外，很多人也会买升降桌，我们办公室里就好几个，然后站着办公。请教一下郑老师，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健康呢？我们公司有10几张电动升降桌我们每一个同事都是用电动升降桌。这样说起来给大家羡慕，就是我们工作的同仁们
都是采用电动升降桌。像我现在就把这张桌子升起来哦。那电动升降桌的好处就是不会让我们一直锁死在一个位置哈，这样太高了哈。所以说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只要让我的手肘像我这样放旁边，那我跟我的桌面是一样高，所以我就可以站着在这里工作啊。那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是站着一半，坐着一半，甚至于有的时候是站的时候比较多。因为你站起来的时候呢，我的肩膀就会不自然的不会驼背。为什么？我只要想着量身高就好了。我的手肘在肩关节下方，然后滑鼠键盘在同一个高度，萤幕拉高，这个姿势就是我最好的打电脑的姿势啊。那这叫做动态工作站啊。那动态工作站的意思是说，我想坐的时候可以坐，我想站的时候可以站，我不会因为我只能坐着而被限制在一个空间里面。对，我蛮鼓励的。如果你在家里的话，像我家里的小朋友，我也给他电动升降桌，我自己家里面就有2张电动升降桌，就是我们就是喜欢站坐都是自由的啊，这是我推荐给大家的。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关键。是，谢谢郑老师。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那站着工作好像也是蛮累的啊。但是您刚才提到一个重点，也是上次我回台湾的时候跟郑老师在聊的时候，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量身高。你真的时时刻刻你记得自己要量身高的时候，你的自己的动作自然就会配合，就不会像之前我们提到，很多时候都站着也弯腰驼背，坐着也弯腰驼背。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提醒大家，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口诀。好，那除了外在的工具啊，其实我们只知道说坐姿也很重要，但是一般人的认识都觉得我们坐直就好了，就是一个好姿势。但是呢，好像有时候撑不到10分钟，然后又开始驼下来。坦白说，我办公室周围的人，很多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很快就可以开始乌龟脖出来了。所以请教一下郑老师，到底怎么样才叫真正不累的坐姿呢？好。其实真正不累的坐姿，就是你懂得变换姿势的坐姿。好，所以我这边鼓励大家要做一点叫做功能性坐姿。虽然你必须工作，你必须在这个电脑桌前，可是什么叫做功能性坐姿呢？来看一下哦。我第一个选择当然是量身高，塞到底，量身高靠上去，然后我把键盘拉出来，在人体工学的环境下好好的工作，这叫第一种哦。那第二种呢，我也要让我的背习惯不要依赖在椅背上，因为呢，我们的背很有趣哦，你只要靠在椅背上，它就很想瘫下去，所以你的前面呢没有撑住，你还是会垮掉，久而久之就塌下来了。所以呢，你偶尔要做椅子的一半。所以第二种就是要让你的脊椎延伸，让它刻意的坐直。好，来，第三种呢，你可以做出像是大男人坐姿的姿势，脚打开的这样打电脑 ，OK， 然后再来把脚合在一起。脚尖合在一起，然后坐椅子的前端，让膝盖能够下降一点高度，所以变成是这个姿势，有点像是这样子在打电脑 ，OK， 所以你就自己，所以呢，人家讲说你就乖乖坐正打电脑是不一定哦，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打电脑。再来呢，你可以坐椅子的1/2，一只脚向下，这样的方式在打电脑。OK 哈，那你说这个姿势是什么？就是我的屁股只做一半。然后这样子，然后打电脑，让身体去保持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下去做动作，然后再换边，大家看动作看得到吗？像这样去打电脑，这叫功能性坐姿。好，然后呢，每40分钟就记得站起来一下，思考一下问题，然后稍微把身体往后拉一拉，压压背，然后想一想然后你就不要想说这个时间在浪费时间，你可以做出这种很有权力感的姿势，就是把手打开，然后站着或者动一动，然后接着再坐下来。其实这个叫做功能性的坐姿，就是说什么叫功能？我让我的身体有一种打开的动作。那甚至于我还更喜欢，刚才不是膝盖向下吗？我甚至会把脚整个拉开了，像这个动作，然后打电脑，你会觉得很有趣哦。所以我不喜欢买那种以扶手不能收的，所以我更喜欢的是扶手可以往后收的，甚至于不要扶手，可以更自由。好，这个是提醒大家。
是，这个在办公室里面啊，我觉得很适合，因为比如说久坐的朋友，你不一定你中间可以休息个大概3-5分钟，其实稍微拉伸一下，或刚才讲的郑老师讲的这几个动作，我觉得都还蛮简单，也不会干扰到隔壁的座位的同事，所以我觉得大家稍微记住一下。那么重点来了，我想大家也是很期待哦，就是有哪些坐着就可以做的一些动作，帮我们来舒缓放松久坐带来的这种全身紧绷。我发现真的，郑老师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坐着的时候，我会发现啊，整个腰开始都痛起来了，肩部啊、腰部也都很不舒服。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不要以为好像只有上班族的才会这样，不是哦，有很多长辈一坐就是一整天、一整个下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动作，来帮我们舒缓一下我们全身的这种腰酸背痛。郑老师，好，这个是很棒的哦，就是最好的姿势就是下一个姿势，或者直接动起来哈。所以接下来我要换一张椅子，因为有的人没有这种靠背的椅子，我就换成这个叫做一般人比较常用的这一种哈，没有头靠的椅子哦。那如果是这种椅子啊，其实蛮好的，要善用一个点哦，就是说你要来让身体做扩胸，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叫做扩胸伸展哦，就是把手呢先放在耳朵旁边，然后你把身体完全靠在椅背上，然后稍微往后扩展一下，然后再回来。OK， 那如果做得蛮顺的，尤其特别往后是打开吸气，吐气放回来的动作，你可以多做几次之后，你可以试着把手举高，延伸身体往后靠。好，所以这有点像是我们伸懒腰，其实伸懒腰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哦，所以就把它想象成是伸懒腰，往后延展，然后伸展哦。但是你不要去踩地板，容易往后跌倒，所以你只要脚放松，做扩展的动作，其实大部分的椅子都是很安全的，或者你可以轻轻的拉伸就好了。所以第一个动作做扩展，到达定点停留30秒。深呼吸，然后再回来做个3-4次啊。来，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做侧身转灯泡，因为刚才的动作就是要避免这种短而紧缩的状态，呼吸不良。可是呼吸不良呢，还有一个叫侧面的紧绷，所以我们刻意刚才不是有一个动作是做这个姿势吗？就是膝盖朝向下方，你一只手可以抓着扶手，或者是抓着这个椅背，就是你可以抓着它，然后你要举高，做什么动作呢？让膝盖下降。侧面的髋关节下降，当面的手延展，让整个侧线拉长，做出看天花板转灯泡的动作。好，也可以稍微侧向一下。好，一样哦，拉到最底停留30秒，转灯泡动一动，这个姿势也可以30秒，这可以牵拉到我们侧面筋膜链。好，但是呢，不要太用力，所以你可以换边试试看哦。这个动作可以稍微扶着。往上，膝盖向下，骨盆向下，手往上拉，侧面拉开，好，深呼吸，延展，转灯泡。这个动作就蛮舒服的。好，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上背伸展了。那这个上背的伸展呢，你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动作，好，抓着，然后你要想象把你的后背推出去，因为我们的肩胛骨有的人会很紧绷嘛，所以我们要让它挺胸。跟推背，在挺胸跟推背的动作。好，所以挺胸的时候，请吸气，吐气。好，吸气的时候把手打开，吐气的时候再推背。来，吸气，吐气，推背，做3到6次。这个动作算是比较大的动作，伸展胸口跟推我们的背，把肩胛骨撑开来。好，再下一个动作叫做坐姿颈椎胸椎的分节运动。什么叫做分节运动？就是要想象脊椎一节一节一节的弯曲所以你可以做1/2，然后呢延伸，然后把你的头轻轻的放在你的后脑勺这个发肉交际的这个地方，好，然后轻轻的带上来，不是压脖子哦，不是往下。往远的方向带下来，然后慢慢一节一节的弯曲，一节一节曲紧，一节一节曲紧到胸口，慢慢放下来，再慢慢一节一节的回来，打开，再来一节一节的拉下去，一点点就好。
再来慢慢的打开。好，如果你也可以不用用手哦，你可以直接放旁边低头，慢慢放松下来。最后你可以把身体放松，几乎要碰到胸口，碰到大腿，慢慢放松，然后再一级一级的上来。好，这个稍微让背部舒展的动作也很舒服哦。好，接下来第5个动作叫做椅上的髋伸展哦。其实这个髋伸展呢，是把椅子拉成屁股坐一边哦。好，然后把脚呢拉到最开。其实这个姿势可以这样打电脑哦。那所以呢，我们也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如果你不只是打电脑，你身体侧着之后，脚拉到开，这叫髋的伸展。好，那我们既然不是打电脑，是一种舒展动作，你可以加什么动作呢？手扶着延伸，好，然后呢，另外一只腿是弯曲的，就朝向弯曲的方向稍微转身，把手稍微打开，啊，这样的动作看起来很大，是吧？但是这个动作大家看得到我的身体动作吗？有点像这个动作，把45度给大家看，这样的动作，伸展停留一下下，再回来，好，再换边。屁股坐一半，然后拉长。不过提醒大家，椅子要稍微稳定一点哦，哈。大部分的办公室的椅子都可以坐一半的，但是你要先小心的试试看哦。拉伸你的髋关节，手举高，延展。你可以停留这个动作30秒就好了，也可以试着把手打开，稍微旋转一点点。这些动作是非常好的身体髋伸展的动作。如果从刚才就有跟我做到这里，你就发现身体已经热起来了。好，那第6个动作做双肩环绕，手握拳，请大家跟我一起做好吗？好，来，准备好了。好，来，手肘往上，打开吐气，再一次往上吸气，不要太开哦，往中间一点，打开吐气，很好，再一次往上吸。打开吐气，好，非常好。你会发现整个肩部就热起来了。是。最后一个动作来收尾，就是让我们的脖子做一点按摩。所以呢，我们做脖子一上一下，放在脖子的正后方，微微低头，下巴延伸，搓揉你的颈部，长。好，上下的手呢再交换，每一次都交换。好，搓揉。好，让你的手有点小小的压在脖子上，下巴延长，往上延展，然后产生一种对抗的动作。好，做个3到6次，你会觉得好像眼睛都亮起来的感觉咯。好，这就是我介绍的7个动作，你可以回家试试看。哇，谢谢郑老师。我觉得刚才真的，如果有跟着郑老师一起做的话，我觉得你一定感觉说，哇，你这整个是腰酸背痛，真的是有被舒缓了。如果你感觉真的有的话，麻烦留言告诉我们，写+1，很简单，+1就可以了。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些动作啊，我刚刚也发现了，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追剧的时候，或者是就是有些我们在看连续剧的时候啊，就可以边做，然后边运动，然后边追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方便。所以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没时间运动。但是刚才的舒缓动作，我相信边看电视的你还是可以边做。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教一下郑老师，因为我们知道郑老师一直在推广就是强背的运动。我想这对于久坐的人来说，可不可以也有帮助？比如说我们背够强，是不是反而比较不容易累呢？会不会这样子？对，没错哈，谢谢啊。我解释一下强背呢，强壮的强，背部的背啊。它的概念呢是要破解我们久坐族、上班族或很多的家庭主妇，他们有4大力学问题。那4大力学问题就是大腿到腰的肌肉短而紧缩。我刚才说呢，把脚拉开叫伸展，坐着叫屈曲。我们都是屈比较多，甚至一坐着驼背的人，这个距离更短，屈的更多，这个姿势更多。而这个屈的紧绷肌肉，大腿跟髋的这个肌肉是短的，你仰躺的时候腰就会悬空，站着骨盆就前倾，这是第一个力学问题，所以强背运动要解决这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有时候久坐了，然后或者是没有运动的人，他的腹部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第二个最大问题就是腹部松弛了，没有产生足够的力量来稳定这个腰椎在后面需要前面的支撑，叫腹内压系统，核心的启动，核心力量是没有，这第二个。那第3个呢，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脊椎是整块板子，硬邦邦的像棍子一样。然后为什么我们都固定不动，打电脑做久了，所以我们刚才做那种脊椎的
分解一节一节打开，一节一节回来，动作就蛮重要的哦。所以第3个就是要让脊椎能够有活动度。第4个，我们在久坐族啊，不止刚才讲的问题，很多久坐会习惯靠一边坐，或者脚盘一边，脚歪一边，这种是非常大宗的，所以很多会有左右歪斜、骨盆歪斜、脊椎失衡的问题。这4大力学问题其实通通都要改善哦。那所以这是我推动强背运动非常多年，就主要就是练这4个运动哦。那我有一个这边还是要分享一下，我有一个线上课，就是颈椎、腰椎、膝盖，其中最重要的腰部的核心，就这个核心中轴要建立起来，就是要解决4大问题哦。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寻颈椎、腰椎、膝盖这个筋膜治愈课，就是我用我的名字去找，应该很容易找得到这个线上的课程，远端就可以看，而且可以反复看，跟家人分享都可以哦。那这4大力学问题都解决了，其实你会发现到像我们刚才的这种髋的伸展啦、左右的伸展啦、脊椎的活动啊，只是少练了比较多的腹部训练而已，我基本上就是能够让身体更平衡哦。好，那如果你的背部的活动度、支撑度、稳定感都很好的话，你当然在一个固定环境就可以支撑久一点，因为坐姿是一个非常伤身的姿势啊，听说比很多报道都一直在讲比抽烟还严重啊，或者讲说跟抽烟差不多啊。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壮的背部，更能够抵抗这一种久坐的危害。但更重要的是，要尽量有时间就站起来动一动，活动一下，姿势多样性。是，其实刚才郑老师一开始在分享，就是怎么做，然后怎么挑选椅子，然后怎么挑选椅背等等的这些动作。但是最重要的是中间过程，你还是要起来活动一下。其实郑老师的课程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参加，因为远程就可以，而且你又发现，刚刚如果有跟着郑老师一起做下来的，你有发现你的身体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那你想想看，你日积月累，这样子让你的身体真的是会健康。而且其实上次我觉得其实啊，如果你真的能够跟着一起，然后每天就是我们讲固定的一个时间来做的话，而且久坐的问题啊，我相信就不会对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刚才郑老师讲到强背核心的问题，其实跟我们年纪慢慢长之后，可能跟你的走路啊，或者是说防跌倒啊，这些都很有帮助。所以越是年纪越长的人，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哦，就是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投资。当然，我真心的推荐。好，那其实呢，我觉得真的是。我个人年纪慢慢在长，我也家人也有妈妈，然后我也发现说，如果他们不动的话，真的你会有一点担心的。这种在家里可以自己做，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做的运动，真的很适合，就全家一起来参加。我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影片底下的说明区跟留言区，我们的直播过后就会放上去。如果大家想要搜寻的话，可以去搜寻看看。好。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的分享，但是最后还是要请教一下郑老师啦，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人哦，真的是会久坐。那如果说真的久坐不累不伤身的话，您还有哪些小提醒要给我们大家的呢？好，第一个呢，就叫做要注意呼吸的觉察跟中立位啊。好，什么叫呼吸与中立呢？就是说，当我们身体在保持延伸而扩张的状态下，身体就有一种刚刚好的筋膜张力，而这个张力会让我们骨骼跟关节漂浮在这个张力网络当中，有点像是你身体延伸坐正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下巴往上拉看天花板是很好的，可是如果你垮下来，你这样往后倒，你会发现你看不到刚才那个点哦。所以我们在打电脑或坐姿的任何姿势，就要保持延伸跟中立，然后透过呼吸的觉察，好呼吸就是好姿势。然后呢，你可以往后靠，延伸靠上去，不管你有没有往后靠，或者是做一半，都是要从呼吸跟中立的角度来思考。那第二个呢，我们在打电脑的时候，很想要有一个好的椅子来协助我们做得更轻松啊。可是呢，我刚才讲过，做得再轻松，你上面还是可以垮下来，所以你要让依赖这件事情减少一点。也就是说，当我们站着的时候，当我们做高一点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坐椅子1/2的时候，我们的脊椎都得自主让身体挺起来。好，所以呢，我会鼓励大家在打电脑的时候，你可以靠着椅背打一打。当你发现身体已经垮下来的时候，请你就不要靠椅背了，做1/2，键盘拉出来，这样子打电脑，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要减少依赖，增加参与。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让你的
坐姿呈现动态的状态。那所以呢，坐姿已经很可怕了，不动的坐姿更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要用动态坐姿。什么叫动态坐姿？是我刚才讲的哦。第一个条件就是40到50分钟一定要站起来一次，不管去上个厕所、走一走、动一动，3分钟也好，1分钟也好，就是要变化一下姿势。然后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呢，你可以做椅子1/2稳定，脚打开，像这个姿势啊，然后或者是大男人坐姿，或者是单纯的一脚膝盖向下的这种，反正你可以用动态的坐姿，不一样的姿势，然后或者偶尔就站起来动一动，所以不要太过于习惯一个不动的姿势。所以动态坐姿、姿势多样性，这是我第3个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是非常感谢郑云老师哦，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我也想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有几位朋友也留言说啊，他们有跟着一起做，像秀慧啊、盛义啊，还有龙。那我们想接下来可能有很多人也会看到这一集节目，那回去之后呢，您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最想要了解你的身体，你怎么样去动，你最想要知道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有机会的话，请郑老师来再跟我们解答，帮助大家解决这些身体呀、酸痛的一些问题。那我想今天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郑云龙老师哦，在百忙之中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详细的解说。谢谢郑老师，谢谢，谢谢，非常荣幸能够上你们的节目，谢谢啾啾，谢谢大家。谢谢郑老师，拜拜。然后希望大家有需要的朋友们记得要点击影片底下的留言区，就可以去参加郑老师的课程了。好，谢谢郑老师，拜拜。谢谢，拜拜。好，我想呢，今天大家要回去之后，不妨检查一下你自己的工作椅子啊、沙发，试试今天呢郑老师教的这个坐姿，还有伸展的动作，看看您的肩膀啊，或者是腰背是不是立刻舒服了很多。那我们也想请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每天平均做几个小时？最困扰的你是肩颈酸痛，还是腰痛，还是乌龟颈，还是驼背，或者是这种你有没有买过这种人工学椅子啊，或者矫正的这种垫子啊，或升降桌，效果真的有感觉，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好吗？好，那在这个节目要结束之前，我还是要快速的进入一个预告时间，因为接下来8月8号就是父亲节了。那我其实在过去啊，我做健康节目有大概12年了，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说50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年龄的分界嘛。那我在考虑这个年龄段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作为保养的补充。后来我就跟日本的老牌的公司推出了这款黑参。那除了我自己本身在这个保健的需要，也当做给家人一个健康的辅助。那因为讲到黑参，它是高丽人参经过9次的蒸晒之后，去掉人参的燥热性，它留下了温性，甚至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比一般红参高达37倍。那说到这个人参皂苷，它有什么功能呢？在西方有大量的研究，它可以帮助调节免疫功能，抗发炎、抗氧化，还提升我们的体力，减少疲劳感。最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大家维持认知功能，因为其实现在失智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所以西方还有一些英国的研究也发现，人参皂苷它可以影响你的记忆力、专注力还有认知表现，所以也被列为是健康老化跟脑部保养的重要研究方向。那当然黑参它可以帮助就血糖啊、心血管的健康，所以这也就是我选择这个玉宝黑参的原因，也想推荐给大家。那是因为88节快到了，我们有做一个活动，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了解一下更详细，点击影片底下的留言区跟说明区，你就可以了解更多了。好，我非常感谢大家哦，今天就是郑老师陪伴着我们这40分钟，告诉我们这种久坐族啊，让大家可以真的知道我们身体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善。那当然，未来我们还会持续邀请专家带来更加简单又实用，您在家里追着剧就可以做到的健康方法。所以离线前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